然而各位可以看到，在慢性疼痛的指数里面，我们由高排到低的疼痛指数，第一名烧灼伤，第二名生产痛，第三名就是什么？慢性下背痛。所以今天如果病人来，他痛得非常的厉害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慢性的下背痛，而不是急性的下背痛。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是我们从疼痛指数来去分类的话，也可以知道说，这个下背痛，它是在慢性的范畴里面，它会造成很不舒服、很疼痛，甚至在所有疼痛里面，慢性的疼痛里面排第三名。这告诉我们什么？刚刚跟各位讲过，慢性疼痛的定义是什么？慢性疼痛的定义是什么？超过12周嘛。所以今天你因为背痛非常的严重，可能是就医或者是要请人家寻求帮忙的时候，通常如果让你受不了的这种很不舒服的疼痛，在慢性背痛来讲，一定是超过12周，超过3个月。也就是说，先前有一些原因慢慢造成你的慢性下背痛，造成你的慢性下背痛。好，那这个呢，什么原因造成下背痛？这个之前我们也有学者做过统计，做过分析。这个是2002年美国内科学期刊里面，他在这个接近50年期间的这个资料库，他把这个影像把它拿出来跟临床症状去做分析。我直接跟各位讲结果，他分析的几千人里面，他只有4%是坐骨神经痛，3%是脊椎小转症，93%呢是单纯的下背痛，而这93%里面是95%是肌肉韧带的问题。这告诉我们什么？93%乘以95%大概是多少？89.7%左右。也就是说，在这么多的病人里面，大家常常听到耳熟能详的坐骨神经痛、脊椎狭窄症等等，只占4%加3%，也就是7%。那剩下的差不多90%左右呢，是肌肉韧带引起的单纯的下背痛。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下背痛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有一个方向。那当然我们跟一般的民众去沟通的时候，讲骨刺，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X 光、核磁共振、电脑断层照起来都没有骨刺，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什么？骨刺它其实分2种，一种是硬骨刺，像韧带的增生骨质的增生，这种呢在中老年或者是过度使用的人比较常见。那有一些是我们一般讲的软骨刺，扔不起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椎间板突出。那像运动伤害或者是年轻人比较容易看到这样子的问题。这是我们沟通的一个语言的技巧。那你说背痛，我这个原因不知道，但是我们临床上还是可以给它做分类，可以分成什么？第一个我会跑伪造，第二种伪造喘，就是一个局限性的或者是一个弥漫性的，它会跑的，它有分这几种。这个是伪造和伪造喘。那刚刚讲到这个痛，有的人像我们之前讲过颈痛，脖子痛到手，或者是腰痛到腿，这种我们叫做根性痛，从一条好像一条根这样痛。那这个根性痛是不是就是坐骨神经痛？不见得了，因为这个根性痛可以组合起来。举例来说，像我们有一些肌肉的问题，它会从屁股一路痛到脚去，这种肌肉的问题，或者是什么脊椎跟脊椎中间的小面关节，它是压迫到有好几节，它也会造成像这种根性痛的情形。所以跟各位刚刚要讲的，就是神经根压迫会有根性痛的现象，小面关节也会有。当然，肌肉特别是臀中肌、臀部的中间的这一块肌肉，它也会引起所谓的这种根性痛，就一条痛到下面去，而这种肌肉疼痛的这种现象，这种特殊的情形，我们上次也讲过，我们把它称之为肌筋膜疼痛症。肌筋膜疼痛症，那肌筋膜疼痛症跟我们一般的肌肉疼痛有什么不同？第一个，它会有紧束带，在肌肉里面一条紧绷的这个带子，在中间会有一个点压下去很痛。第
病人会怎么样？444，好，所以以前中医把它叫做阿是穴，好，阿是穴，好，或者是叫天应穴，而且这个压下去的时候，它会非常痛，它会怎么样？它会跳起来，它会缩回去，它会用手去打，好，这我们叫江阴塞、拔阴塞这些东西，就是肌痛点的一个特征。那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你给它肌痛点压下去，它会444之外，它会怎么样？这个痛呢会跑到其他地方来感觉，好，其他地方来表现，这个我们称之为转位痛，或者是叫隐传痛，好，隐传痛。那这些疼痛呢，它不会只有在压的地方产生疼痛，它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称之为转位痛。那这种疼痛，你给它干针，你给它注射的时候，它会局部的肌肉跳动，会跳动，啊，所以我们常讲跳动的肌肉，这个我们称之为弹跳反应。它这个弹跳反应，针完针，好，干针之后注射之后，它局部会红红的，这是交感神经的现象，好，这是我们的根性痛。那刚刚讲，腰背痛，你怎么自我评估？自我评估，这里大家也可以试试看，我们先讲一个上次讲完的课程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颈痛有一个前头位，对不对？你脖子一直往前伸，一直往前伸，一直往前伸，会造成这个地方不舒服。来，现在大家可以摸摸看，我们后面腰的后面这里是不是有2个凹窝？这里2个凹窝，大家请摸着这个地方看看。摸着的时候，请你把你的头往前伸，往前伸，往前伸，是不是伸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2个凹窝开始鼓起来，对不对？大家同学已经有人开始点头了。这是什么呢？我们颈椎的姿势其实会影响我们背部的肌肉的紧张的程度，紧张的程度。所以做这个东西的时候，脖子往前伸，后面这个会鼓起来。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站起来试试看。你下半身会不会？你垫脚尖，垫脚尖的时候，后面这个地方，眼窝、凹窝也会鼓起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自我检查的一个方法。那有人同仁会说，那徐医师这样我不方便做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摸摸看这个地方，继续摸着，你把你的头往上抬，你把你的身体往前倾，这个是我们自我评估的一个方式。这个东西是找出什么？找出诸恶莫作的诸恶嘛。有人说我背痛，我不知道什么姿势才会痛，这个就是我们自我检测方法。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因为抬头会痛，还是抬头不痛，还是你身体往前弯会痛，还是身体往前弯不痛？这个就是自我评估的一个方式。那另外一个，有人说，这个我可以怎么做？合并就是身体往前弯，头再往上抬。你如果找到这个姿势是造成你疼痛，就不要做这个姿势。如果这个姿势让你比较舒服，你就做这个姿势。这个就是我们自我评估的常用的4个方法，前4招。那还有一招，有人说，徐医师，你讲根性痛，我不知道我就是要某一个动作，它就一个痛下去，一条痛下去很不舒服。那我们怎么自我做检测？这个是不是跟脊椎有关系？在这里有一个图请各位看，怎么做？其实很简单，就是站起来，从这个地方，你脚垫起来，然后往下蹬，垫起来，往下蹬，这样做往下踩的这个时候，看这个痛会不会产生根性痛？如果是根性痛，那很有可能就跟你的脊椎的压迫有关系。这个是我们这一个叫做脚跟落下测试的一个方法。好，那讲这个我今天有3个故事跟各位讲这个故事这我的书里面有写了这个我10几年前刚到嘉义长庚医院服务的时候，有一次我的门诊，就进来一位小姐她是由她妈妈带过来那一进来的时候呢，我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她那个眼睛大大的眼睛跟着我看，这个眼睛很大大，你大概没有办法想象不是她眼睛很大，是因为什么？这个小姐非常非常的瘦，她是一个成年人一个成年人，她的体重只有30几公斤，所以她一坐下来，她那个大大的凹陷的大眼睛让我印象很深刻
那结果我在开始问说你是什么原因，我怎么帮你？妈妈在旁边就开口了，她说徐是我们从宜兰特地来嘉义看你，特地来嘉义看你，我女儿7个月没有大便，7个月没有大便，那大家知道这个10几年前没有雪山隧道，没有台湾高铁，台湾那时候最远的距离就是从宜兰到嘉义，以前我在长庚大学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同学在我下面那个吐槽，他说老师没有啊，台湾最远是花莲到嘉义，老说错，那时候花莲到嘉义还有飞机，还有飞机，那个时候没有飞机的时候，宜兰到嘉义的确是台湾最远的绕过这个东西，所以这个病人呢，他是从宜兰到这个台北再坐车到台北嘉义火车站，然后再坐1个小时的车到我们这个海边的嘉义长廊来给我看。那另外他说我专程来看，常跟我们住院医师学生讲，你听到病人讲2个字要很小心，就讲过一个什么顺便对不对？我们今天讲专程，他今天专程来看，这个都要很小心，要好好帮他看。那我问他说你是怎么样，什么问题？他7个月没大病，那在宜兰那边，吴医生看到吴医生，有医生看到没有医生，在看过很多科之后，胃肠科给他的诊断叫做肠系膜动脉症候群，去压到。那肠系膜是什么呢？我给各位看一下，肠系膜动脉症候群就是我们的肚子腹主动脉有一条这个动脉，这个肠系膜动脉呢，在癌末或者是很消瘦的病人，因为它变瘦的关系，它塌下去，所以原来在往前的这个肠系膜动脉，它就往下塌的时候，刚好我们12指肠就是在肠系膜动脉的下面，所以往下塌的时候，它去压到12指肠，所以它吃东西吃下去，东西到这里卡住，它就逆流，它就吐，就没有办法解便。所以肠系膜动脉症候群，我看了以后，我跟他家人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那结果是什么？你女儿都瘦到30几公斤，她肚子里面都没有任何脂肪了，她这个肠系膜动脉一定是塌的，一定会压到，所以这个是结果，不是原因。那原因是什么？我就好好跟他问，他说什么？他之前骑脚踏车的时候摔倒，就撞到尾巴，撞到尾巴之后呢，就莫名恶心呕吐，吃不下，疑神疑鬼，到处去看医生，找不到原因，然后后来只好来看我，所以我就给他做检查，开始腰给他做检查，臀部做检查，就按压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突然是，这种肌筋膜疼痛症，肌筋膜疼痛症，我再检查一下，是，我知道这个地方有2个地方有问题，我就跟他说，这个你这个地方打2针就好了，打2针就好了，那就是什么问题呢？我给各位看一下，他是第一个骑车跌倒的时候怎么样？去撞到的当下怎么样呢？我们的尾巴尾骨去撞到的时候，第一个骨头错位，造成的疼痛。第二个呢，神经牵拉造成这个地方麻刺不舒服，所以这样子疼痛的时候，这个小姐会怎么样？她会产生一个避痛姿态，避痛步态，避免这个疼痛产生的姿态。所以她怎么样？她走路的时候缩屁股，都缩着。那缩久的时候呢，它旁边的臀部的这个肌肉会紧绷，就是产生我们这个叫做梨状肌症候群，在这个地方紧绷。所以这个小姐她是什么？第一个尾巴撞到的时候，她屁股整个绷得很紧，绷紧的时候产生肌肉这条梨状肌的紧绷，去拉到我们的坐骨神经，所以这个叫梨状肌症候群，它产生这2个东西，所以它的这一个也有神经压迫的症状，也有肌肉疼痛的症状，还有什么骨头的症状，还有神经的症状，所以它这么复杂，找不到原因。所以后来我们怎么治疗？第一个，把它的这个臀部的肌肉用干针、用针刺的方法把它
放松。刚刚讲是，就是这个地方，梨状肌的肌痛症。然后第二个再来处理什么？它的尾骨，打2针就好了，打2针就好了，所以它是梨状肌加尾骨疼痛。那这个打好之后呢，这对母女就回去东北部了嘛，台湾东北部。那后来呢，就是有一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6、7月的时候，我的门诊呢，就突然来一位很漂亮的小姐，很漂亮小姐一进来，她也不说话，就一个礼盒就放在我桌上，就说：“徐医师，我要结婚了，这个是我的喜饼，请你吃。”我说：“你是谁啊？”她这个小姐很漂亮啊，从来没看过，没什么印象。她说：“我就是那个前几个月给你治疗那个歪小姐啊。”我说：“哇，你怎么变那么漂亮？”她说：“你跟我打完针之后呢，我这个痛都好了，可以吃东西了，可以吃东西了，那吃下来体重也回来，最近交往一个男朋友，觉得谈得不错，要结婚，所以特地来送喜饼给你，他妈妈，然后后来呢，也就是每年的过年之前都会寄宜兰的花生糖来给我，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花生糖不是嘉义的名产而已，宜兰的名产也是花生糖。好，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什么？疼痛它可能有很多原因，你要找到正确原因才能治疗。这是故事的上半段，还有后半段，我们来讲一下后半段。那经过好几年之后，有一次，我的门诊也是一样，你看，那个有一个小朋友，7岁的小朋友，7岁的小朋友，由阿嬷带来，阿嬷带来我的门诊，阿嬷进来也是一样，说：“徐医师，徐主任，我的孙女呢，那个4个月没有大便，有医生看到没医生，所以只好从宜兰来嘉义再给你看。这时候有台湾高铁了，所以他5点多来。我说：这句话好像很久以前有听过了，你该不会说对，徐医师，这个就是当年你看的那个我女儿，这个是我孙女，这是她的第2个女儿，同样的问题来给你看，这样，来给你看。我说这个我在看的时候，那个阿嬷就一直跟他讲2句话，那个妹妹，你看徐医师，有他才有你啊，那就是他医好你妈妈才有你。我想说这个好像有一点怪怪的这样。然后第2个他是怎么说？那徐医师，你知道，你当年就给他妈妈打2针，你给他打，你就给他打下去，他会好。我看那个小女生一直要往那个门诊的门，一直要逃出去，这样很害怕。就说这个第一次见面不要就拿针起来打，小朋友我会很好。我跟你讲怎么做，怎么做，他的尾骨疼痛怎么做？他也是一样，骑脚踏车去撞他，但是他是刚发生没多久，所以这个地方疼痛，他还没有产生地痛不开。我教他一个什么方法？我说那个阿嬷，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叫棒棒冰？叉棒棒冰，叉几棒棒冰，百叉棒棒冰，对不对？这个棒棒冰怎么样？准备一支给他放在哪里？放在尾骨这边，给它冰敷。那冰敷完，你做这些正确的姿势，它就比较不会痛。果然这次也是2次的门诊以后，他就没有来了。那第2次门诊来的时候，他就拿给我这个东西。他说：“其实那边很怀念。”我说：“今年讲到这我看到这个所以看到这个就想到他们这个2代的这个故事了。所以这个是没有这个行销制度的这是他拿来的。这是宜兰的花生糖，宜兰的花生糖。好，那这个故事其实后来我们在那个 50 Plus 的封面杂志这个地方他们都有问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有趣，把这个过程把它记录起来，这个是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好，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腰痛、臀痛、坐骨神经痛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讲第2个闪到腰，我们要改一下。闪到腰是什么？其实就是急性的下背痛。那急性下背痛通常这几个原因，第1个背部的筋膜的撕裂伤，比如说像我们衣服穿得很紧，你这样在伸的时候，你听到啪一声筋膜的这个撕裂，或者是什么扭转，有的人做这个转动的这个动作太多，还有就是什么突然搬重的东西造成椎间板的这个撕裂伤，那常见的位置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背肌、椎间板，
还有小面关节，这个就是我们打星号这几个地方，所以大家也可以从分布的位置来去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那背部筋膜的撕裂伤其实它有一个规则啦，就是急性撕裂伤通常是在哪里？肌肉，红色这是肌肉，白色这是筋膜。肌肉筋膜的交接的这个地方，你如果做一个太大力的拉扯的时候，它会撕裂伤，在撕裂伤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特定方向的剧痛。比如说，我是这个地方的背部的筋膜撕裂伤，我做这个动作，它就会非常痛，这个动作非常痛，这个就是什么？我们叫做是背的，大家如果有打桥牌就知道了，黑桃，一个飞桃的这个形状。分布的区域，如果你的痛点是在这些地方，而且他在做伸展这样的动作的时候，他会特别的不舒服，这个往往就是背部筋膜的撕裂伤。那怎么处理？刚刚跟各位讲，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嘛，对不对？所以引发疼痛的姿势不要去做，就是这样的动作，你不要再去打它，不要再去做，这样知道吗？就像大家如果手指头被刀子割到。被刀子割到有一个小伤口，会被纸割到有一个小伤口，你一定会什么？某一个动作它会特别痛，有一个动作它是不会痛，那你就是什么？不会痛的动作继续做，会痛的动作不要做。我们背部筋膜的处理原则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那第二个小面关节疼痛，小面关节疼痛的话，它是脊椎跟脊椎中间的这个小关节，它去卡到，它疼痛的时候会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就是伸展加旋转，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你看那个太太去买菜，他走路这样走，他等他人家喊他陈太太，就背痛，为什么？伸展加旋转，所以伸展加旋转这种疼痛比较像是小面关节的疼痛，那就是什么？避免产生疼痛的姿势，无痛的姿势继续做，这个小面关节疼痛。那椎间板突出，这个椎间板突出有几种？第一种，就是各位想，这个搬重的东西，各位可以看一下，搬重的东西的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背痛？有的人说你就是刮胸裆啊，你就是搬太重，所以你会椎间板突出。那有的人，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刚刚看的那些选手里面，有他自己的体重50几公斤刚拿给我们那个周董事长林教授最近出书的一位体重的破世界纪录的选手，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他的书。他自己50几公斤，不到60公斤，他可以举120公斤，他可以举他体重2倍的东西，他为什么不会椎间板突出？你说你搬重，你会比他搬重吗？如果搬重，那照理来讲，他应该是什么？椎间板突出的最佳人选嘛，早就应该不知道怎么办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不会？其实姿势很重要，所以你看他们在举重的时候，一定什么？大家注意他的背，注意他的背，所以你在搬重的东西，这样的时候，你在搬重的东西，腰部是直的，或者是这样子往前弯的时候，这样搬的时候，他脊椎的压力比较大。那为什么有的人搬重的东西不会背痛？因为他在搬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弯他的髋部，他的背部呢还是有弯度，他这样子想，这样的时候，所以哪一种比较容易造成背痛？在你往前弯腰的时候，你的腰是直的，或者是弧度是往后，它弧度是消失的时候，这种动作去搬就容易产生背痛。那大家就会说，那背痛这种背痛要怎么避免？不是练背肌，是练什么？练髋部跟臀部的肌肉。你髋部跟臀部的肌肉，你能够顺利弯曲的时候，你就不会用你的背来去使用，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往往避免背痛的东西，讲到后来都是什么？你的脖子要好，你的臀部、你的膝盖的力量要足够，你的背呢，只要好好做好维持姿势的动作就可以。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背痛的治疗这么困难？因为它痛的原因往往不是只有在背部。这是我们椎间板的突出。比如说你往前弯的时候，小的突出，然后再来就是什么？这个比较困难，椎间板整个扁掉，大范围的突出，而这个突出什么？往骨头里面去突出。那第三种
最不容易被注意到，也是最常发生的。反复的扭转应力，所以记得大家前几年有没有一种叫什么妞妞舞、妞妞功，这样在扭。扭的时候呢，有人扭完就背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脊椎的椎间盘是像这样，它是一个圆圈，中间有一个像果架的东西，外面这一圈我们叫纤维环，里面这一圈叫做水核，水核。那这个纤维环呢，跟水核的关系就好像什么？我讲这个专业名词，可能大家比较难听懂。这个东西就像什么？我常常讲像一颗葡萄，葡萄外面是葡萄皮嘛，对不对？里面是葡萄肉。你今天去压这个葡萄，捏这个葡萄的时候，它会怎么样？葡萄会先渐渐的变椭圆嘛，对不对？你如果再压大力一点，它会怎么样？葡萄皮会裂开。如果再大力继续压下去，怎么样？葡萄肉会跑出来。再继续捏呢，葡萄籽喷出来了。所以我们椎间盘的压迫的这个顺序差不多也是这样。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压的时候它是扁的，放开它会回来。你如果压的稍微大力一点，葡萄皮破掉。葡萄皮破掉意思就是什么？就像我们脊椎的这个纤维核，它有裂开。裂开的时候就像什么？我们刚刚说的什么动作？扭转，扭转的动作，有时候会造成这样子。这种东西我们就称之为环形撕裂，就是椎间盘的这一个东西，它的外面的这个纤维环有一点这种环形的撕裂，就像这样，这种撕裂伤。这种撕裂伤的时候，我们称之为隐形杀手。为什么叫隐形杀手？就是平常它都不痛，但是呢，动到某一定的角度，哇，你就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疼痛。我常打一个比方，就是像什么？像我的手指头被割到，有一个小破洞，你把它那个撑开的那个动作，只要做到，它就痛得要命。只要你不撑它，不要做到那个动作，什么关系都不会有问题。环形撕裂就是这样子。你看，你如果压力只有压在这个地方，让它这个环形撕裂的裂口打开了，它就会非常疼痛。但是你其他做的动作就不会痛。所以我们常常讲有一个动作就是做什么？这样转。你如果是转到某一个角度，它就卡到非常的，你慢慢转的时候，这种疼痛有可能就是什么早期的我们椎间盘的环形撕裂，而这种隐形杀手要很小心。为什么？你如果不管它，它就会变杀手；你如果好好处理它，它就伤不了你。这个叫隐形杀手。那这个东西有时候在核磁共振里面不见得看得出来，不见得看得出来。但这个你可以稍微看到一个，还有一个一个环形撕裂的这个东西。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讲，刚刚那台语的老歌叫什么？来无影，去无踪，对不对？它突然在某一个角度它就出现了，某一个角度它就消失了，这个叫环形撕裂。好，现在就是跟各位讲，总算到这个 CRP 了。他说什么都不做，躺着会不会好？有人说我躺到某一个姿势就会好，就是这个姿势，这个我们叫什么？建设性的放松姿势。建设性的放松姿势怎么做？就是我们躺着的时候怎么样？膝盖弯起来，双膝并拢，然后呢，我们手打开，手心向上，做这样子的姿势，这是可以。那同样的这个议题，我们在孕妇的下背痛教室里面，我们也常常跟她讲，妈妈可不可以做这个动作？可以，但是这个建设性的放松姿势呢，因为它的这个怀孕胎儿的关系，所以怎么样？背部要加一个背垫。在这里做，大家说，徐医师，这很简单啊，我在做那个有一些运动也有做这个，其实不是这样，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你膝盖弯起来的时候，你什么？你的腰椎在躺的时候，腰椎是要弯起来的，是要有一个弧度的。那这个弧度不见得能够自己达成，你可以开始怎么样？可以卷一个毛巾，像手臂的粗度一样，放在腰下面，这样躺下去，膝盖弯起来，双膝并拢。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建设性的放松姿势。所以这个回去请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也可以试试看。好，来，接下来我们说，那其实你讲这个我怎么放松？怎么放松？来，大家今天有奖励嘛，对不对？我刚刚问我们的同仁来，请大家有笔嘛，有纸嘛，对不对？请大家做一个动作看看。就是把你的，这我们最后有一个白的地方了。来，请大家的手，左手、右手都可以。假设你的右手或左手放在这个地方，放在白纸的
这个背面放在这个讲义的背面，请你把你的手张到最开，张到最开，张到最开，张到最开的时候，这个角度张到最开的角度放在这里。张到最开的放在这里，然后请你用把你的手画起来，就是这样贴着，这样贴着说，请你张到最开的时候，把你的这个手指头的边缘画一个手，对，大家可以画画看好，应该画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可以知道，你的手指头跟你的大拇指跟你的食指可以撑开最大的距离，差不多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大家已经画起来了，好不好？那现在请大家也跟我做一个动作就是你的那个画的那只手，被画的那只假设是右手，做一个动作，做什么动作？我们用另外这一只另外这只手指头勾我们的大拇指，勾我们的大拇指，把它用力往下勾，用力用最大力量往下勾。我讲了，大家都一起做，用最大力量往下勾，然后你的大拇指要被勾的那只大拇指要把它夹起来，这个动作这样勾就是在最撑开的这个地方，你用手用力把它往下扳，然后大拇指抵抗被勾的这个大拇指抵抗这个被勾的力量，这样撑10秒钟。来，我们做3次，第一次大家来试看，这样勾，这样勾，1、2、3、4、5、6、7、8、9、10，然后被勾完以后，大拇指这样转一转，动一动，然后再来我们做第2次，请大家也是一样，把你在你的张到最开的地方，大拇指把它往下扳，也是用最大力的力量往下扳，然后最大力量往上撑，这样也是一样再撑，1、2、3、4、5、6、7、8、9、10，好，再请大家被勾的大拇指转一转，动一动。第3个，再做一次，也是一样，张开到最大的地方的时候，请你的大拇指用力把它往下勾，然后我们被勾的这个手指头用力往上撑，也是一样，用力的话来，1、2、3、4、5、6、7、8、9、10，好，10，请大家手再动一动，再放松。来，这个时候，请大家手已经打开了，对不对？已经打开，你再打开最开的地方，你再扣在你的刚刚画的那个手指头上面，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手指头可以再打开了？对。有没有？对吧？有没有？大部分的人都做到了，表示大家已经学到一个技巧，就是如何放松。这个东西我们叫做30秒放松法，也有人这个肌肉30秒就可以放松，所以怎么放松背部的肌肉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个东西我们叫做 PIR， 叫做等长收缩后放松。等长收缩后放松是我们常用的一个技巧。所以你这肌肉很紧绷，你看它很紧绷的时候，你怎么放松？热敷、电疗、按摩、吃药都可以，但是你可以不花钱，30秒把自己的这个放松，就是请各位做到这个。怎么做？就是第一个，把这个肌肉摆到你的所谓的约束力点，或者是叫阻力屏障点。什么叫约束力点？就是像手指头张开的时候，你把它张到最开，没有办法再开了，这个叫做阻力屏障点，这个叫做这个约束力点，产生约束力的这个点，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做什么？做等长收缩，就是把它手往下翻，大拇指往上翘，这样撑6秒钟到10秒钟，这个叫做等长收缩。等长收缩做3次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个效应。这一条原来你觉得紧绷的肌肉，它就可以再放松。我们的例子就是什么？就是这一条叫做我们大拇指的内收肌，我们可以在30秒的时间里面，利用这个方法把它放松，这样知道吗？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做什么？做背部肌肉的放松。那同样的道理，我们是不是跟各位在落枕的时候有讲过？去年的3月，我们讲过一个落枕怎么做？你要怎么样把这个肌肉放松？是不是？有同学记得了，头推手，手推头嘛，对不对？用力撑6秒钟，动一动，
然后弯到开始紧的地方，头在这个头手互推，用力撑6秒钟，再放松了，对不对？这样子是不是做3次，你的脖子落枕就解开了？这个我们叫做落枕解锁法啊。去年3月的时候讲过这个东西。腰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东西？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我们接下来来看，大家记得这个30秒放松法叫做等长收缩后放松 ，PIR 方法 ，PIR 方法，OK， 好，怎么做？仰躺转体，仰躺转体就是什么？我们刚刚讲收缩后的转动，收缩后的转动，仰躺转体，仰躺的时候转，这个转怎么做？这个刚记不记得这个叫什么 ？CRT 嘛，建设性休息姿态嘛，对不对？建设性休息姿态就是躺着，膝盖弯曲，双膝并拢，然后怎么样？腰下面你有一个支撑，腰下面有一个曲度，这个时候你做什么？转体的动作，这个就是转动，转动，然后再来进阶版的 CRT 仰躺转体，在这个姿势下面你做转体的这个动作，然后再来就是做伸腿展腰，伸腿展腰，伸腿展腰就是什么？就是刚刚各位跟各位讲这个动作，对不对？我们手指头这样搬的动作，你可以用毛巾用那个弹力带拉，怎么拉呢？就是这个地方，你把这个腿这样抬高，这样做拉扯的时候，你的背肌在这个角度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再做进一步的伸展的，这个点我们叫做约束力点，刚刚有讲过，约束力点的时候，你把它这样用力撑的时候，它会收缩，收缩3次